今天讲的第一篇文章呢是 Thomas Jefferson 写给 James Madison 的一封信。这封信呢最初是在1785年写的，那个时候 Jefferson 在干嘛？在法国居住是吧 ？Residing in France。那他应该是一个外交官的身份代表美国去的法国。好，他一开始先描述了一下背景，他说 7 o'clock 7点了。我回到了我的壁炉边是吧？火炉边 ，retire 这种不是退休的意思，就是休息是吧？我回到了这个地方去休息了。I have determined to enter into conversation with you。我决定要跟你聊聊天了，这是写信啊。This Fontainebleau， 这个是翻译成中文叫枫丹白露，它应该是个法语词啊。枫丹白露是个地点啊 ，is a village。这么一个地点呢，这个村里大概是有5000的居民是吧 ？About 5,000 inhabitants。When the court is not here， 注意这个 court 不是指的法庭的意思，也不是指的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朝廷啊，朝廷或者叫朝臣们，明白吧？跟随着这个皇上的，是不是 ？When the court is not there， 就当朝廷不在那儿的时候，原来居住在那儿的人民只有5000个 ，and 20,000 when they are there。那么等到这个朝廷都过去了，就变成了什么？2万人了。Occupying a valley， 这个是谁 ？Occupy the valley，the village，the village occupying the valley。这个村庄呢，住在哪儿呢？坐落于什么地方呢？在一个山谷中，是吧 ？Through which runs a brook， 而山谷中呢，又流过一条小溪、小河。And on each side of it， 在这个小河的两边 ，on each side of it，a ridge of small mountains, most of which are naked rock。就说在这个小河，这个小溪的两边是有什么？有小山脊。而小山脊大部分呢都是裸露的石头，这是在对什么？对这个村庄所处的地点做了一些什么外貌描写，是不是？好 ，The king comes here in the fall always to hunt。国王呢每年秋天过来打猎。His court attend him， 就是这个 attend 是跟随的意思。他的朝廷呢，朝臣们呢就跟着他。As do also the foreign diplomatic corps。那么国外的使节团是吧，也会跟着他。但是 ，but as this is not indispensably required， 但这并不是必须的 ，indispensably 就是 necessarily 是吧？这并不是必须的。My finances do not admit the expense of continued residence here。然后我的资金是吧？就我的经济状况呢，又不允许我在那个地方长期居住，所以我就提议 I propose to come occasionally to attend the king's levees。我就偶尔来参加这个国王的 levees。levy 什么意思？我们要去找到符合语境的含义，对不对？很多同学一找，防洪堤啊，我就晕倒了，是吧？肯定不是防洪堤的意思，应该是什么意思？肯定不是防洪堤，也不是冲击堤的意思。我们去找找的话，应该会发现有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意思叫做什么？这个早朝，是不是啊？我们可以查一下字典嘛。levees， 你查中英的好像没有，那你就查英音的呗，是不是？英音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第一个没有是吧？下面。A reception or assembly of people， 是不是接待一群人嘛？OK， 好，往下returning again to Paris, distant 40 miles， 就是它离那个地方大概是40英里嘛，或巴黎，对不对？我偶尔过去，我不是一直跟过去的。好，注意这是一个大背景，你知道吧？这是一个大背景，故事发生的大背景。然后他接下来要讲他遇到了一个穷苦的女人，然后他再讲他对这个遇到穷苦的女人做了一番思考，是不是啊？我记得后面有个题，很多同学说好像是第4题吧，他说老师这个地方描写枫丹白露，不就是为了要体现出他和那个穷苦的女性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吗？哪里有形成鲜明的对比？穷苦的女性虽然很穷，但是枫丹白露就很富丽堂皇吗？没有哪个地方说她富丽堂皇啊，只是说到什么？只是描写了一些她的什么？她的自然风景嘛，是吧？自然的外貌嘛，对不对？描写了一下国王会去打猎嘛，又没说这个地方富丽堂皇多么奢侈，没有啊，所以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对比啊。好，我们直接看第2段论嘛。This being the first trip， 我是第一次去。I set out yesterday morning to take a view of the place。我昨天早上就出发了，我想去看看这地方。For this purpose, I shaped my course towards the highest of the mountains in sight。带着这个目的，注意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只是想去看看这个地方 ，take a view of the place。所以后面有个题，答案选什么？就是想去看看那个地方的地貌如何，好像是 physical geography 吧，是不是？那个题号是什么？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姚哥还有杜林，能不能把题号告诉我？因为考2个题啊。那么带着这个目的呢，我就什么塑造 shape 做动词塑造影响，对吧？那我的线路，这个 course 是线路的意思，不是课程的意思。求你们了啊！求你们了！单词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找到符合语境的含义，好不好？我的这个路线呢是朝向哪的呢？是朝向我能够目光所看得到的最高的那座山，是不是 ？The highest of the mountains in sight, to the top of which。那么到这个山的山顶呢 ，was about a league。这个 league 呢不是联盟的意思，是一个什么距离的单位啊？大概就是说离那儿有一个 league 那么远。As soon as I had got clear of the town， 我刚刚离开城镇
I fell in with a poor woman， 那我就偶然遇见她 ，fell in with 偶然遇见了一个穷苦的女性 ，walking at the same rate with myself， 她跟我走的是这个步伐一致啊，速度一致 ，and going the same course， 跟我走的方向也是一致的。Wishing to know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ring poor， 我很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知道劳动人民，穷苦的劳动人民他们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I enter into conversation with her， 我就跟她一起聊天了 ，which I began by inquiries for the path。那么这个聊天我怎么开启的呢？我先问问他路是吧 ？By inquiries for the path which would lead me into the mountain， 我就问问他说去那座山的路怎么走上？你不可能一上去说，哎，老奶奶，你状况怎么样？你多少天？就是你每天的工资是多少是吧？你是拿月薪还是拿年薪还是拿日薪？你一上去问他不礼貌，老师他一上去就问什么呢？他说哦，这路怎么走是吧？先搭上话啊，明白吧？好，往下。And then proceeded to inquiries into her vocation， 然后再接着去询问她的职业 ，vocation 做名词是职业 ，condition 她的状况 ，circumstance 她所处的境况是吧？她所处的环境，外部环境 ，condition 应该是在自身的状态啊。She told me she was a day laborer， 她跟我讲说她是一个拿日薪的劳动人是吧？就穷苦的劳动者啊，拿日薪，每天拿多少钱呢？大概是这么多钱是吧？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大概是什么84，是不是8块4毛钱还4块8毛钱？我也不清楚啊。That he had 2 children to maintain， 然后还要维持养育2个孩子 ，and to pay a rent of 30 livres for her house。然后他住的房子现在这个租金是30，这30要花多少钱呢？会消耗他75天的工钱。注意这个地方的 hire 呢，做名词是工钱的意思，是吧？75天的工钱。That often she could get no employment， 他通常是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这个 employment 是个错别字，是吧？这个 I 应该是个 Y， 好吗 ？And of course was without bread， 没有工作那就没有面包吃嘛。As we had walked together near a mile， 然后我们一起走大概1英里。She had so far served me as a guide， 她一直以来都是就这1英里一直都是在干嘛？做我的向导。I gave her on parting 24， 然后我离开的时候我就给她24毛钱还是24块钱，我也不清楚啊。She burst into tears of gratitude， 然后呢，突然一下子感激的流下了眼泪，是吧？Which I could perceive was unfeigned， 我感觉到她这个感情迸发应该不是什么假装的，应该是真的。Because she was unable to utter a word， 因为她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一个词都说不出来。这个 utter 是说的意思啊。She had probably never before received so great an aid， 她估计以前从来都没有接受过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好了，文章作为历史的文章，我们读了这么多，居然没有发现作者要表达什么观点，是吧？因为我们上次课讲了，这个历史类文章一定会有个中心思想，有个观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呢？因为它还在铺垫，是不是？好了。马上要来了 ，the little derangement 就生活语解释 ，this little motion。With the solitude of my walk， 那么我呢就遇见了这个穷苦的女人之后有了点感受，然后我在自己独自的行走，就使我进入了一系列的思绪当中，是吧 ？Led me into a train of reflections。A train of 这个，我觉得这个量词是可以记一下的，是吧？你们写作文可以用的。A train of you can have a train of thoughts as long as you have a terminal， 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说，你可以有一系列的思绪，但是你得要有个终点啊。You need to have a terminal。好，我就开始反思什么呢 ？Reflections on that unequal division of property。反思这么一个问题：财产分布不均 ，unequal division of property， 财产分布不均啊。Which occasions？ 好，注意这个地方的 occasion 什么意思？两位同学能不能告诉我？杜林还有姚哥，你看你们这么久了没有给我回应，是不是？前面我问你们问题，你们没给我回应啊 ？Occasions 是什么意思呢？是。如果你们上了阅读理论课，应该就知道是吧？因为我们阅读理论课第1节课就讲过 ，occasion 在这个地方应该什么意思？做动词什么意思？引起的意思，对不对？它引起或者造成了无数的什么可怜的例子啊 ？Occasions the numberless instances of wretchedness which I had observed in this country， 这是我在这个国家里看到的无数个可怜的状况，都是由什么？都是由于财产分配不均导致的啊！财产分配不均导致的。然后财产分配不均呢，这个问题将会在整个欧洲都被观察到，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在法国一个地方有，这整个欧洲都有啊。The property of this country is absolutely concentrated in a very few hands。这个国家的财产呢，它是绝对的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的手中的 ，in a very few hands， 指的是一部分人手中。好 ，having revenues from half a million of guineas a year downwards。然后呢，他们每年的这个年收入啊，大概是50万基尼每年，然后往下一点点 downwards， 还往下一点点啊。These employ the flower of the country as servants。那These 指代的是谁呢？我们说看见代词要明白代词的指代对象应该指的是什么 ？A very few hands， 对不对？就这些手中握有财富的人，这些极少数人，他们会雇佣什么呢 ？Employ the flower of the country。这个 flower 可不是花的意思，国家之花不是啊，指的是青壮劳动力，好不好？国家的青壮劳动力都来做他们的仆人。
Some of them having as many as 200 domestics。这些什么？这些有钱人啊，所以这个地方 them 没有指的那个 a very few hands。这些有钱人他们的家仆多达多少？多达200个。注意这个 domestics 做名词是家仆的意思。我们讲文学精讲课的时候有讲过一篇文章，不知道同学记不记得？那篇文章是什么呢？这个讲是一个 Colonel Pynchon 一直不出来接待客人是吧？然后他的家仆就出来，那个家仆用的一个词就是 domestic， 是吧？200个家仆，然后他不劳动 ，not laboring。They employ also a great number of manufacturers， 然后他们呢还雇佣了大量的什么制造工人 and 手工艺工人是吧 ？and tradesmen 商人，还有呢最后一个阶级什么 ？And lastly the class 指的不是班级，指的是阶级或者类别是吧？劳动人民 ，husbandman 不是丈夫的意思好吗？是辛勤的劳动人民，好不好？那些种田的人民，好不好？好 ，But after all these， 但是所有这一些之后，还有一类人 comes the most numerous of all the classes。在所有级别里面，在所有阶层里面，是吧？数量最多的 ，most numerous， 谁呢 ？That is the poor，the poor， 注意 the poor 的加形容词代指一类人嘛。年轻人叫 the young， 老年人叫 the old， 富人叫 the wealthy，the wealthy，yeah the wealthy，right， 是吧 ？The poor who cannot find work， 年轻人呢穷困的人们呢找不到工作，是吧？这是数量最多的。好了，所以他在描述问题啊，这都是在描述啊，这个问题是谁造成的呢？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财产分配不均造成的，是吧？那么到此呢，我们还不知道他的观点是什么，他在指出了一个问题啊，他只是依据他前面的这个遭遇是吧？他遇到了那个穷苦的女人，然后呢，由此引出了他要谈论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什么呢？还不知道，往下。I asked myself， 我就问我自己了，这个 Jefferson 就问自己是吧 ？What could be the reason？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That so many should be permitted to beg， 这么多人居然去什么被允许去乞讨？而这些人 who 的，他做一个定语从句嘛，他应该是指代谁呢？代指前面的 so many， 是不是？这些人他们是愿意工作的 ，who are willing to work， 他们愿意工作，居然被迫去乞讨，或者说被允许去乞讨，这是很荒唐的。但是我想不明白原因是什么。In a country，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where there is a very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uncultivated lands， 而这个国家有大量的土地是没有耕种的。是吧？居然有大量土地没有耕种，然后有很多人想要工作，他们却没有工作，要去乞讨。这我想不明白了，是吧？想不明白了，他说我想不明白了啊。These lands are kept idle， 而这些土地呢被闲置 ，mostly for the sake of gain，for the sake of gain， 是吧 ？For the sake of 就因为嘛，因为 game 肯定不是游戏的意思，在这个语境下什么意思呢？土地被闲置主要是为了养一些什么动物嘛，然后用来打猎。为什么我知道了？因为前面有铺垫，是不是？前面是不是说国王来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打猎的嘛？对不对？好。打猎，所以这个 game 是猎物的意思。It should seem then that it must be because of the enormous wealth of the proprietors, which places them above attention to th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s by permitting these lands to be labored. 好，我读有点快是吧 ？It should seem then that， 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原因可能是这样子的，肯定是因为 it must be because of， 因为他们的财富巨大是吧 ？The enormous wealth， 财富巨大。谁的财富巨大呢？这些财产拥有者，注意这个 proprietors 指的是财产拥有者，是吧 ？Property 是财产，那 proprietor 就是拥有财产的人嘛。拥有财产的人，他们的财富是巨大的 ，the enormous wealth， 这个财富巨大，使得他们根本就不注意 above attention to 啊 ，above attention to 就是你没有注意，你已经到上面去了，你本来应该注意，你不注意了，是不是？好，他没有去注意增加自己的收入 ，to increase th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s。因为已经足够有钱了嘛，不用挣钱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允许这些土地什么呢 ？By permitting this lands to be， 应该这么翻译是吧？他们没有想过通过允许这些土地被耕种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收入，是不是？因为收入太高了嘛，已经有很多收入了，所以不需要再把自己的田租出去让别人劳作，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大家明白这一点，请注意好不好？这句话好多同学不是很明白的啊，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原因可能是什么呢？原因肯定是这些财产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巨大的财富使得他们没有注意去通过把土地让出去，让别人耕种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就比如说杜林同学家里家财万贯是吧？查一下银行卡几百个亿，对不对？然后家里有100套房，100套房他也不用租，不想租嘛，家里已经有100个亿了，还租什么呢？100套房，今天我在这儿住，明天我在那儿住，是不是？然后呢，他准备再买一个什么，比如说265套房，凑齐365套，每一天住一套，对吧？然后他也不要去租出去，然后他觉得，我今天我在这个城市住一套，对吧？然后打个飞机，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住一套房，对不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因为太有钱了嘛，所以房子都不给人住了嘛。虽然外面有什么路有冻死骨，是不是？但是呢，杜门啊，就是杜林家是吧？叫杜门呢，这个遍地是房是吧？
好 ，anyway， 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啊。好，杜林同学明白了，请数一，好不好？我看到姚哥同学明白了，是吧？I am conscious that 我能够意识到，是吧 ？I'm conscious that equal division of property is impractical， 就是他说我知道啊，平均分配财产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不太可能的，对不对？周班考了个题嘛，他知道他自己的理想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觉得切实际的是什么呢 ？But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enormous inequality producing so much misery to the bulk of mankind。注意这个地方啊，他说这个巨大的财富不平等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如此多的什么悲惨的事情，对于大量的人类产生了如此多的悲惨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是吧？因为他没有用一个谓语动词，他用了一个非谓语动词嘛，是吧？总而言之，这句话这前半句的话的意思就是说，财产的巨大不平等啊，它的结果就是造成了给大多数人造成了这个悲惨，就是悲痛悲惨啊。好。这个立法者这句话很多人不明白啊，我跟大家讲一讲我的理解，好吗？立法者呢 cannot invent too many devices for dividing property。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去发明很多方式去分配财产，是说他们发明再多方式都不为过，明白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不会发明太多的，意思就是他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大家能明白吗？他们不会发明太多 ，they cannot invent too many， 就是你发明吧，不会 too many 的 ，too many 是有过多的意思嘛？他们不可能发明过多，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立法者不可能发明过多的方式，也就是说，其实他们还有很多方式是可以发明的，他们只是没有发明而已。同学明白这点请数一，好不好？啊，所以我把它翻成什么？他们发明再多的方式都不为过。Legislators cannot invent too many devices for subdividing property， 就是他们发明再多的分配财产的方式都不为过，他们还可以发明很多的财产分配的方式啊。好，下面后面说，他们没有发明特别多，实际上他们可以发明，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只什么呢 ？Only taking care， 他们只注意去让财产的分配 ，let their subdivisions， 按照什么呢 ？Going hand in hand with 这个短语的意思，按照啊与什么一致？按照人类的天然感情，就是自然感情。什么叫天然感情、自然感情？比如说姚哥是吧？这个也家财万贯啊，这个临死前啊有100个亿，而且是美金的财富，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姚哥一看，哟，我膝下有什么5个儿子，3个女儿，但我就喜欢那个小儿子。别的儿子我都看不入眼，女儿嘛都嫁出去了，我就不用管了，是不是？好，那我就把我100个亿全部给我小儿子，然后另外4个儿子你们1分都得不到，全部不务正业，是吧？只有小儿子一个人好好学 SAT， 对吧？姚哥就这么决定的，因为这是姚哥的 natural affections 嘛，是吧？没办法，小儿子天天陪着他，是吧？然后每天在他面前学 SAT， 是不是？好，所以呢，他的 natural affection 他觉得很爽啊，于是他就把这个财产呢就只给小儿子，对吧？那这样的话，其他的儿子不就穷了嘛？因为就全给了那个小儿子嘛。所以呢 ，Jefferson 马上就说了，他说我们可以一种继承方式，这个 descend 是继承的意思，是吧？这个财产呢，所有种类的财产 ，the property of every kind 是所有种类的财产继承给所有的孩子，是吧？继承给所有的兄弟姐妹，继承给所有其他的亲戚，而且是 in equal degree， 是以同样的程度继承给他们所有人。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politic measure， 这是一个政策，可以干嘛呢？啊，可以使得什么？啊，可以使得大家财产分配更平均一点，而且这也是一个什么可以实践的一个政策 ，a practicable one。他现在就提出了2个嘛，对不对？提出了2个，第二个呢 ，another means of silently lessening the inequality of property is to exempt all from taxation below a certain point。另外一个默默的去减少财产不均的方式 ，means 是方式的意思嘛？这个方式去免除所有人的税收啊，当然不是所有人，是所有在一定收入水平之下人的税收。比如举个例子吧，邓老师1个月收入才2000块钱，你还收我10%的税，上交国家200块，是吧？我没钱了，我活不下去了，你明白吗？就这种，就邓老师就这么穷，你明白吗？对不对？好，但是呢，要怎么样 ？to tax 做动词就收税 ，to tax the higher portions of property， in geometrical progression， 注意这个 geometrical progression 的意思，以几何级数。什么叫几何级数呢？比如说2的1次方、2的2次方、2的3次方、2的4次方，那就是那个次方越来越多，是不是？那不就增长越来越大嘛，是不是？所以就是如果你的财产的那个这个什么财产越多嘛 ，as they rise， 后面还有半句我没讲是吧 ？as they rise， 随着这个财产的升高，越高的那一部分，我就越以几何级数的增加方式去收税。比如说，假设像邓老师这种2000块钱以下的是不收税的，对吧？但像杜林这种年收入100万的，那我们就可以收嘛。
收什么呢？比如说2万块钱以内我收10%，超过2万块钱以上的时候，全部给你收什么50%，全部收50%，谁让你收入高呢？对吧？人家邓老师就一个月2000块钱嘛，那比如像姚哥，假设他一个月1000万，哐直接给你收个60%，对吧？因为实在你太高了嘛，是不是？好 ，OK， 所以这是一种办法什么呢？减少什么？减少这个不平等啊 ，lessening， 默默的、偷偷的啊，默默的减少啊。Whenever there is in any country， 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有没有被耕种的土地 （uncultivated lands）， 有没有被雇佣的穷人 （unemployed poor）。It is clear that the laws of property have been so far extended as to violate natural law。这就很明显呢，财产的法则什么延伸的太远了，管得太广了，管得太宽了，是不是？以至于达到什么程度呢？违背了自然的权利 ，as to violate natural right. The earth is given as a common stock for men to labor and live on。大家要知道。土地这个地方 earth 就不是地球，是土地是给什么 ？is given as a common stock， 是大家共有的财产。这个 stock 呢，我们就把它翻译为财产或者是储存物就行了，好吗？我在这个地方我就翻译成财产，因为它符合语境，共有的财产，因为让人们一起来劳动去居住的嘛，是吧 ？If 如果呢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industry， 如果我们鼓励工业。We allow it to be appropriated. It 指的是土地，我们让土地被挪用。注意这个 appropriated， 它是做动词 appropriated， 它不是那个 appropriate 那个形容词合适。做动词的意思应该是挪用或者是征用。为了鼓励工业，我们要征用土地，是吧？来建工厂。We must take care that。那我们也要小心啊。Other employment be furnished to those excluded from the appropriation。那我们要小心的是，要注意的是，其他的工作能够被提供给那些什么人呢？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就是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征用的土地 ，excluded from the appropriation。appropriation 是征用嘛，征用了之后可能就分配给别人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就没有收到啊，比如说我征用了这片土地之后呢，开了个工厂之后呢，然后这工厂有很多工人，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工作怎么办呢？你得想方设法给他工作，好吧 ？OK，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读完了之后，大家还是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他的观点是什么？他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想方设法怎么样？想方设法减少不平等，因为不平等造成的问题太多了，造成的痛苦太多了，他就以这个法国作为一个例子嘛，是不是？好，第一题他要重新分配财产啊 ，wealth should be redistributed in a way that benefits the majority of society。啊，这个方式能够使得社会的大多数人受益。好，第二题 ，Jefferson 他用了这个女人的例子是为了干嘛？啊，答案应该选的是 D， 是吧？从他自己个人的具体的经验，然后转移到一个更宽泛的讨论 ，a more general government。为什么是宽泛呢？因为前面讲的是他个人的经历嘛，是吧？讲的是某个女性的经历，到后面是开始讲什么呢？开始讲的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讲的一个整体的社会的问题，这是很 general 的，对不对？什么叫 specific？specific 就是很具体，比如说猫就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但是呢，我家的猫它就很具体，明白吗？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同学是很 general 的啊。都可以叫同学是吧？哪个班哪个学校都有同学，但是呢，杜林同学他就很 specific 嘛，是不是？姚哥同学就非常 specific 嘛。好，所以这个题答案选是到了啊。好，第三题，这个 main focus 是怎么转移的？那它首先是描写了一个地方枫丹白露嘛，然后呢，过了之后呢，再是广泛的讨论原则，讨论什么原则呢？财产分配的原则，好吗？财产分配的原则。选项 B 的 humorous 是没有，哪里有幽默？都是苦啊，苦的要死，哪里有幽默是吧？哪里有分析国王的境况？没有分析过，是不是？然后这个 Jefferson 在法国的经历 ，Madison 哪里有讲 Madison 在美国没有讲到啊？好，所以第三题答案选 A。那么第四题呢？文章关于枫丹白露信息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大家很多人选 A 是吧？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千万不要选 A， 根本没有讲到，就是说枫丹白露是多么的富丽堂皇，多么的奢侈，多么的酒池肉林，是吧？大家在那个地方，有钱人怎么的花钱，是不是烧钱怎么样的啊？这个就没讲好吗？只是介绍一个背景啊 ，OK， 介绍一个背景 ，contextualize。这个故事是有背景的，要不然他怎么会遇见那个穷苦的女人呢？对不对？是吧？然后呢，以及之后的这个观点啊，好，所以这个题答案选 C 是更合适的。第五题 ，Jefferson 暗示说他散步的主要目的，最初目的不是主要，最初目的这样的，他想去看看风景的 ，better understand physical geography around him， 对不对 ？To take a view of the place 嘛，对吧 ？Take a view of the place， 所以这个第六题答案选 boy 啊。好，第七题选什么呢 ？Flower of the country， 大家看语气就能看出来，这个地方。文章作者的语气绝对不是赞扬，他讲这个国家的青壮劳动力都被那些有钱人给雇佣了，他肯定不是赞扬嘛，所以不是轻松的 license 这种错是吧？然后肯定也不是一个赞扬，肯定也不是乐观，那最后只能选 boy 了是吧？慷慨激昂的 impassioned tone， 对不对？来描述
这个少部分人的特权和大多数人的这个困苦，他们之间的 discrepancy， 他们之间的差异。所以第7题答案选 boy。第8题的 game 讲过了，应该是什么呢 ？Animals to be hunted。第9题 which choice best describes Jefferson's attitude？ 那么他对于法国政策的态度是什么？肯定是不好的态度嘛。不好的话，所以 A 不对 ，approves of 肯定不对 ，isolated 不对，因为他原文中说了，这个他在欧洲的别的地方也能看到，只能选 C 了。他因为这个穷人们的机会很少而感到被冒犯了，感到不爽，是吧？感到不爽啊，他很开心，当然不会很开心了，哪里有几个很开心？那应该是不爽才对啊，是不是？好，第10题 ，Jefferson 说呀，他意识到平均分配财产是不切实际的。这是想说什么呢？答案只能选 boy 了嘛？他知道他的理想肯定是不完全实际的，是吧？但是他仍然认为可以改善。好，大家要注意啊，第11题的很难选，是吧？答案选的是 C， 为什么他选 C 呢？因为这个 C 里面，我刚刚给大家讲过那句话，那句话的意思是说，立法者发明再多的方式都不为过，他们没有发明很多很多的方式，就是还有很多空间，还有改善的空间，所以这个能够对应 some improvement is possible。所以11题答案选 C， 好吗？这个题我觉得是这篇文章最难的。同学们明白了，请输1，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篇文章了。好。